嗨，亲爱的创业家们，这些美丽的图片是否让你大开眼界？它们是神奇的 Midjourney 生成器的作品。怎样创作这样的作品呢？我是 Max Tutorial， 这个频道会帮你一掌握设计的秘密。新手小白、设计大师，我们都有你需要的教程。今天我们一起来揭秘 Midjourney 的神秘面纱，只需5分钟，你就能掌握 Midjourney 的要点。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分享和订阅 Max Tutorial， 让我们一起进入创意的海洋。5分钟教会大家 Midjourney 快速制作 3D 手办风格照片。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精美照片，是否知道它们是如何制作的呢？好，咱们废话不多说，今天呢，我分分钟教会大家如何利用 Midjourney 这款最流行的 AI 绘画软件来快速实现。先看图，首先我们找一张照片的作为底图，拖入到我们输入框，回车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然后呢，右键复制链接，在输入框输入斜杠，选中 Imagine， 在 prompt 中粘贴这张图片的地址，空格，然后输入一组我们的描述词，回车。这个时候我们等待几秒钟，就会有4张风格相近的图片由 Midjourney 机器人发出来，我们只需要选中我们喜欢的进行放大。那么呢，我们的 3D 手办风格的图片呢就会出来了。非常的快速，描述词就是生存这张照片的密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咒语。那么，如何去写咒语，就是我们与 AI 绘画的一个关键。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拆解思路，描述词帮大家学会训练自己的 MJ 模型，编写属于自己的咒语。首先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基本的语法。我们的描述词呢，它有3个组成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客观描述，第二部分是风格设定，第3部分是基础属性。那么呢，我们首先看一下如何去写我的一个客观描述的画面。这画面是需要一个人物，一个女孩，对吧？那么我们先把第一部分的基本描述里呢，写上一个女孩，先写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行风格的设定，我们的风格呢是迪士尼皮克斯风格。好，先写上迪士尼皮克斯风格，还有呢，就是需要一个 3D 的风格，那我们就写上 3D 的关键词，我们同时再加上一个 C4D， 还有我们的 Banner 这个关键词。最后呢，我们加上一个手办风格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盲盒、人物设计。好，这大概是我们的一个风格设计的基本写法。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基础属性的描述。我们的基础属性大概是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超新的照片，我们需要是 HDR 的画质，我们需要是超高分辨率。那么呢，我们可以选择3个关键词：超级高清、HDR、高质量这3个关键词。现在呢，把这些写好的关键词进行一个翻译，因为我们 Midjourney 的模型是英文去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它熟悉的语言去进行一个描述词的编写。
我们要把它进行翻译成英文。我们在翻译完成之后呢，把这段英文复制到我们Midjourney的输入框里面，看它能给我们生成出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来，然后再根据出画面的结果来进行关键词的优化，再去训练它生成我们最终想要的效果。我们稍等片刻，然后它给我们生成了4张风格大致相同的照片。我们看一下进行对比，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看它最终的效果怎么样。我们看这4张照片呢，它出来的效果呢是比较风格各异的。因为我们的描述词只是写的一个女孩，所以说我们需要对她的刻画描述词里面进行一个丰富，进行添加一些关键词。比如说，我们要求的这个女孩是一个大的眼睛，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是中国女孩，然后呢，我们来加上一些，比如说她的头发是什么样子的，是长发还是短发，我们可以加上一个黑色长发，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她的表情描述，比如说微笑，我们呢可以给她加上微笑的关键词。然后她的着装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说我们该可以加上一个蓝色的连衣裙，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蓝色连衣裙这关键词。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加上一些关键词。特写镜头，我们会给这个画面呢进行一个要求，给它一个300的特写。接下来我们把优化完之后的客观描述呢，复制到我们的翻译软件里面去进行一个翻译，然后再发送到我们的Midjourney里面去进行一个生成我们的画面，看看能给我们出怎么样的一个效果。稍等片刻之后，我们看一看新生成的4张照片。通过新照片的对比呢，我们发现它的光线不是很统一，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光线的关键词优化，给它加上了一个摄影的专业名词，叫做轮波蓝光和轮廓光。它是一种摄影的布光方法。我们加上之后，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复制到翻译软件进行翻译，然后我们看一下翻译之后输入到Midjourney里面去，之后出来的结果怎么样。通过对光线的优化之后呢，整个光线的质感就好了很多。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个背景颜色，比如说黑色背景，强化一下背景的要求，然后再发给Midjourney看看效果怎么样。通过我们的不断对关键词进行优化，我们已经把这个模型慢慢的训练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真实照片拖进输入框，回车发送给服务器，然后将链接复制下来，斜杠选择第一个粘贴到 prompt， 然后点空格，再复制粘贴我们训练好的模型的描述词。稍等片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张照片的一组4张 3D 手办风格的图片。我们对比发现左下角的最好看，那么呢，我们点击 U3 对这张照片进行放大。我们双击打开可以用浏览器查看生成好的图片的细节和保存这张图片。那么呢，我们的第一张 AI 图片呢就做好了。